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重新评判界定中美关系啊。那么，因为我准备的时间超过了，所以抱歉啊，我们今天迟到了半个小时啊，非常抱歉，我也没有时间给大家发通知，所以请大家谅解啊，谢谢啊，抱歉啊。那么，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即将展开啊。那么，在过去的2天的新闻报道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啊。那么，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会谈。那么，双方都表现出来一个不情不愿的态度，但是又最终坐在了一起。那么，这场会谈其实非常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的价值，所以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也是基于这个会谈，我才会引起我的一个重新评判中美关系的一个这样的想法啊。只不过呢，这个题目比较长，比较大，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啊。那么，当然虽然这个时间有点仓促，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所以也并不完全是说一下子想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先看那个在这场会谈之前，白宫发言人在3月10号就说啊，说我们跟中国官员的首次会晤应该在美国的领土上举行，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啊。而且应该在我们和亚洲、欧洲的伙伴们会晤之后啊，磋商之后进行啊，这个时序就变得很重要啊。那么3月12号，美国总统和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的这个领导人进行了4方峰会啊，讨论印太安全啊。那么当然目标直指中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3月16号到17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分别访问了日本和韩国啊。那么进行2+2的会谈，主要讨论什么？当然讨论地缘政治和安全、地区安全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个在美日的谈判当中啊，那么他们的共同声明点名中国啊，点名中国。然后美国跟韩国的就不一样啊，就没有点名中国，这两个就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时序上面，中间当然还有一些小的事件，但是大的事件，这个大的事件已经为这件事情定下了一个基本的格调啊。那么中国把这次会谈定性为高层战略对话啊。那么布林肯就说这不是战略对话。那么他说美国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表达这个安全价值观等地区热点问题，中国对美国发生的挑战啊，我们要表达这种关切。而且他说我们现阶段没有计划进行后续的接触啊，除非中国在这一系列问题当中有实质性的改变啊。那么而且这次会谈不吃饭限制人数，甚至还要中国代表进行核酸检测啊。但是中国方面都忍了还是要谈啊。为什么？那么现在报道出来说，中国是希望美国方面在这次会谈当中中国方面会提出来，希望美国撤销像这个华为和中芯国际的这个限制就当然就是制裁然后取消对中共党员、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官方媒体的签证限制。那么以及关闭休斯顿总领馆的这个动作那么这是你可以看为什么中国代表团要忍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提出这个对中国来说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关键而且杨洁篪和王毅就是中方会提出一个新的框架
那么开展两国之间的经常性的年度会晤，解决经济、贸易、安全和其他领域的分歧啊，这就是之前的战略对话模式啊。那这个战略对话模式其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小布什时代开始，小布什时代一直延续到奥巴马啊，那个时候其实布林肯和沙利文都是参与这件事情，所以中方会提出恢复之前的一个这种新的这种战略对话的框架。美国方面呢，美国方面的议题就完全不重叠，跟中国提出的议题完全不重叠。那么美国方面会提出香港议题啊，南海议题啊，那么包括对盟友的经济施加压力，这当然指的是澳洲啊，还有侵犯知识产权、黑客啊，美国还准备提出这个气候变化和疫情的问题啊，那么大体上是这样，所以中美之间，你看在议题上的完全不重叠，反映了双方之间的对立的态度啊。那这个局面跟川普时代完全不同。你看现在这个局面，就是双方处于，你看这个会议，从这个会议的这个局面来看，双方处于一个高度不重叠的议题，所以反映了双方的对立的态度，但是双方又坐在一个谈判桌上啊，会谈桌上啊，不是谈判，这是对话啊，这是一个啊，这跟川普时代完全不同。川普时代的政策很简单明确，中国是头号战略威胁，要进行战略对抗啊，手段就是脱钩啊，那么策略就是什么？策略就是不沟通不谈判啊。但是川普政府遇到了两个基本的困难啊，一个基本困难是什么？就是美国大家知道美国的川普政府的一系列的脱钩策略脱钩政策非常清晰的让中国受到了损失啊，你比如说华为、中芯国际啊等等啊，让中国明显的受到了损失啊，包括华为的5G 战略，基本上已经从现在来看，中国的5G 战略已经失败了啊。但是川普政府的脱钩政策呢，也会伤及自身啊，有些政策甚至无法推行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困难。第二个基本困难，川普政府的这种非常清晰的对外政策，它会导致什么？它会导致他需要他的盟友选边站，你要么跟我，要么跟他，跟他，你选一个。这一选边站就出现了非常的困难啊，就是川普政府在整合他的盟友的时候，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两个。第一个原因，中国的实力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啊，它的 GDP 已经占到美国的70%，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号称是要超过美国，但从目前来看，可见的未来是不可能啊。那么这是第一个，中国的实力已经非常的大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经济全球化啊，第二个是经济全球化跟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啊，这个格局的变化，过去几十年发生的非常大的变化，在这么大的变化当下啊，那美国要采取一个新的策略啊，所以我当时的看法是什么？我当时的看法就是，川普政府的强硬的政策，然后中国的那种不妥协的态度，中美关系正在滑向冷战的边缘。我当时的看法是这个。那么美国大选期间，川普阵营有两个非常醒目的竞选口号啊。第一个，川普才是能够真正强硬的对付中国的美国总统，这是第一个口号。
第二个口号，拜登政府上台意味着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全面放弃啊，这是川普阵营啊，这个有2个鲜明的这个口号。那么现在拜登政府是上台了啊，上台，显然美国政府并没有放弃美国的立场和美国的利益啊。那么中美对抗的这个态势继续存在啊，只是拜登政府对中美关系做了新的定义啊。那么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定义就是中美之间是竞争关系，跟这个川普政府是完全不一样。川普政府是什么？川普政府是对抗啊，那么斗争啊。那么美国的对华策略啊，或者是美国对华政策，那基本上我总结是竞争为主，那么需要的时候合作，必要的时候对抗，这是拜登政府的这个重新定义啊，重新定义。那么这种对华政策上逻辑上是有矛盾的，我之前的节目上讲过，也有不能自洽的地方。那么你从这次会谈你可以看出，这次会谈其实就反映了什么？反映了这种矛盾啊，反映这种矛盾。就你说左右互搏，我就讲是左右互搏，就是你这边合作，这边对抗，你怎么自洽呢？啊，这个有问题啊，这有矛盾啊。那我们后面会讲这个矛盾是什么意思啊？今天呢，我为什么会谈这个议题？我今天看到这个 BBC 有篇文章啊，这篇文章是引起我的，就是把之前的想法这个归纳起来的一个原因啊。这篇文章叫什么呢？叫中美关系冷战的陈旧概念能否涵盖这场大国之争？这个标题非常好啊，这个文章也写得很好啊，所以我就想呢，把它其中一部分拿来分享给大家。那我这里特别声明一下，他这么说，他说中美关系已经降到多年来的最低点啊，他说这是最低点，而且看起来还会变得更糟啊。那么苏利文就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被任命之前，和这个拜登的首席亚洲顾问啊，首席亚洲现在叫协调官啊，坎贝尔啊，共同在外交事务上写了篇文章啊，说啊，和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骤然结束了啊，这个他是这么表达立场。那么另外，他们这篇文章还把美中关系描述为新的冷战，似乎啊，此外将美中关系描述为新的冷战，变得司空见惯。起初，冷战是指美苏之间长达一代人的对抗，那么在20世纪投下了阴影。现在我们如何定位美中关系十分重要啊，这文章这么说啊。那么那个现在的白宫的口头禅是什么呢？就是必要时挑战中国，可能的情况下合作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么中国也采取相似的立场，表明希望与中国有建设性的关系，但同时中方会持续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上采取更高压的手段啊，那么镇压香港民主，毫无愧疚的压迫维吾尔穆斯林啊，布林肯称之为种族灭绝。但从表面上看，用冷战啊，这个文章这么说，我讲的全是文章啊，用冷战这个标签描绘美中关系是合适的，但实际操作上真的如此吗？他这么说，当年冷战期间，苏联和盟国很大程度上与世界经济隔绝，并受到严格的出口管制啊。但现在中国目前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素，它自身的经济和美国高度融合啊。你想一下，虽然中美贸易战去年打得很热闹，但是中国去年，这是我说的啊，中国公司在去年在美国上市的数量和规模创历史新高。虽然中美之间在打贸易战，所以你看一下啊，所以他说的这个话是对的，中美之间的经济高度融合啊。美苏冷战期间，科技是重要的方面啊。两大阵营的5G装备和太空竞赛
现在新的中美竞争也涉及推动，也将推动我们社会在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和5G。但当下的全球情况不一样啊。那么，世界过去的冷战，世界分为2个静态的阵营，这一边是华沙，这边是北约啊。另外加一个重要的不结盟集团，就是印度，印度领导了不结盟运动啊。那么西方通常认为中立的集团有利于苏联，但如今他说但如今我们有个本质上多极的世界，而自由世界秩序却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也让中国找到了支点，施加他的自己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文章这一点很重要啊。冷战模式十分危险因为它是零和的政治斗争，双方都否认对方的合法性这句话说的很对尽管当时美国跟苏联很少开战，但是他们的代理人战争从来没有停过最后一方被击溃那苏联就退出了历史的大潮然后他说，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可能导致双方的误判那么特别是让北京为了避免在这场对垒中落败，找到更多的理由，采取可能造成灾难性的行动。不过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那么中国明显更强大，苏联只达到美国的 GDP 的 40%， 中国有 70%那么可以说中国是19世纪以来美国面临的最强大的对手。也许在未来几十年中，双方都要处理这种竞争关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根本的斗争这个描述非常的好，我很喜欢因此我们必须将陈腔滥调和错误的历史比喻放在一旁这不是第2次冷战，实际上它危险得多在许多领域，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强劲的竞争对手。尽管它不是全球超级强国，但中国认为自身安全最关键的领域里，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军事对手所以拜登面临的中国问题也十分复杂他的外交政策显示了许多的矛盾点这跟我的观点是我们双方很像如何迫使中国加入更公平的贸易规则、民主制度或者人权标准，同时又跟对方在气候变化和确保亚太地区稳定方面合作这是矛盾的地方。那么这些问题将双方如何处理战略性的竞争关系有关那么像所有的老生常谈一样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这些出于懒惰而使用的词汇有些道理，但不能说明整个故事那么美国能否从川普带来的混乱中恢复，并且振兴自己的民主，他能否说服盟友，使美国永久地回到世界舞台上，扮演众人可靠的角色，或者美国能否迅速地扩展自己的教育和科技的影响力他说中国有很多优势，但在很多地方也很脆弱美国有很大的弱点，但有非凡的活力和重塑自我的强大能力他说的非常的对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就是一句话，大家听一下系好你的安全带吧，这将是个动荡的旅程，而且一切才刚开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大家有空去找来看一下 BBC 上面的我的看法是什么我的看法是我有几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请大家指教第一，拜登政府显然已经放弃了川普的对华政策就是川普是一个全面对抗的政策这个拜登政府已经放弃了我认为拜登政府的基本的判断是什么？川普的对华政策不能涵盖当前美国面对的所有的问题这个看法对不对呢？
这个看法基本上是对的就是说川普的简单的对华政策就是非常简单简单的对华政策不能涵盖美国现在面对的所有的问题。大部分的人，我们不能有一个政策解决所有问题的政策，那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拜登政府继承了川普政府的绝大多数的政策工具，他基本上全部继承下来了他有没有放弃？我没有看到有放弃过什么政策工具，基本上都在用而且继续使用，为他的新的对华政策服务所以其实你过去几天都能看到包括制裁香港问题的制裁的这种名单什么，他都在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的矛盾，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的复杂之处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过，我讲过很多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矛盾不能自洽，它其实是反映了对华政策的复杂之处这里面有几点。第一，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深度的融入了国际经济政治当中包括中美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当然我讲中美关系的密切包括很多层面，其实是非常多的层面，双方的这种融合程度非常的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苏联解体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它已经不再是因为苏联没有了其实美国其实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对手，但是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美国没有找到在这个复杂变化的这个局势当中的新的定位和战略，美国没有建立起来。你可以看小布什，从小布什时代你可以看，其实美国是没有对手，没有找到对手这是他也没有新的战略，基本上没有新的战略这是第二点所以很多你现在看到的是结果，这个结果不能赖一个人，不能赖一个总统，而是这跟美国总统其实老实讲也没有关系，跟美国整个社会，美国社会没有去认知，美国社会在享受这个冷战结束之后的繁荣，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美国的内部的分裂，其实在川普上台之前已经发生了。川普上台其实是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分裂那么这次美国大选加剧了这种分裂那么在解决美国社会内部的问题之前，美国是没有办法凝聚力量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这需要什么？这需要3件事情。第一个，需要时间；第二，需要美国内部的协调，美国内部的这个认知，美国内部还得打一仗这是需要时间，需要美国内部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个进程它不是说大家往那一坐，谈判一拍板搞定，不是这样的事情还需要时间，需要资源等等。这是第三。第四，川普政府的对外政策改变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国际政治上的地位和盟友的关系那么美国实施的对华战略如果不能够建立广泛而坚定的同盟，美国不会成功美国单靠自己的力量，美国从二战之后美国从来没有单独去解决一个国际问题，美国都是用政治杠杆的方式来解决国际问题所以美国现在也不能够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第四所以美国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美国是需要时间来修补和盟友的关系，建立盟友对他的信任所以这是第四那么从第4大点来说，
中国的基本路线没有因为美国政府的政权更迭发生变化。这里面涉及到第一个，中国高层中共对国际局势的总体态势的判断没有改变。是什么？东升西降，就是美国衰落中国崛起这他们的总体态势没有变这认为这个总体他们的判断是没有改变。这第一。第二，美国持续对外扩张的战略也没有变第三，中国从来没有改变过对美国和对西方的敌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所以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中美关系的定性到底应该怎么定性？第一，中美关系存在激烈的对抗这个是没有，这个是基本的，这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包括什么呢？包括意识形态，包括地缘政治，包括经济上的竞争，包括若干核心重点的热点问题比如说台湾问题，你比如说香港问题你比如说朝鲜问题，你比如说这个伊朗核问题等等，在这一系列的包括这些热点问题，中美之间存在激烈的对抗这是第一。第二，中美之间存在的无法回避的关联这个无法回避的关联包含什么？包含产业链包含国际事务，包含社会和两国之间的交流，它都没办法回避。这个地球就这么大，一个是第一大经济体，一个是第二大经济体，他们是无法回避你一定是要面对对方的了，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双方都具备向对方投射影响力的能力，就是美国可以去影响中国中国也可以去影响美国，双方都具有这种能力。当然这个背后的含义是什么？背后的含义就是双方都可以对对方产生你无法忽略的挑战，这是第三点。第四点，美国在这场对抗当中不可能短时间获胜，不能速胜，同时中国也无法超越美国，这是事实这是事实。这第四点第五，中美之间这种对抗和又要对抗又无法回避的这种关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需要寻找一个更长远的战略，这就是我给中美关系的定性，好吧？我今天这个题目呢是有点大，但是我认为很重要，因为这次会谈实际上即将举行的这个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的属性所以我们今天就做这个主题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请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那么提醒一下，订阅免费好，那我们进入看看今天，因为今天我们迟到所以在这里再跟大家道歉一下道歉。我们尽量的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过去2年以来，那我们的直播尽量的是准时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屡迟到我自己都记着的所以但是我们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准时的，我们是在这么多节目当中我们应该是非常准时的了，但是我会尽量的保持我们准时的记录，好吗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会尽量的准时，但我也无法避免今天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少因为
我们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啊。好，明谢 Roger，谢谢老王，谢谢啊。观点，所有事实都说明，这次中美会谈根本不是美国最先提出来的，最有可能的是，在中国不断要求下，美国同意见面，但因为是美国要求在美国领土上见面，由美方对这次会议发出邀请，而中方就说由此是美方邀请而会面。赵立坚的话能信吗？他又不是第一次撒谎说大话。OK，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以我的想象推断，因为这个是死无对证的事情，应该是从去年12月份那中方就已经开始部署这件事情，在这个部署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向拜登团队提出说我们要见面的这个要求那么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做这个部署同时提出要求。那么拜登政府一直没有理会，没有回应。那后来呢，就等他认为条件成熟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又发生了这个布林肯和这个杨洁篪的通话，然后就在准备这次见面。这次见面是为什么？为了4月22号的地球日，拜登跟习近平的通话。拜登为什么要跟习近平通话？当然是气候问题气候问题作为美国的一个国策，拜登需要中国的支持，所以这次双方的见面，我认为是美国觉得应该需要见一下，否则后面的动作怎么做？所以既然你之前提出来要见面，那我就回应一下。其实他是回应，但是他是提出来，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说法。因为在外交上呢，你要拿着桌面上来说的每一个字都必须是真的，但是你可以不说全部，所以他可能中方就截中间的一节拿出来说，做应邀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放下了好吗？观点，不论对谈的内容是什么，中国一定不会承认自己认怂的部分，然后对外宣称中国又赢了中国的外交其实也是个内宣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们把任何一个外交的活动都定义为什么呢？定义为我很厉害，你看我又见了他，我很厉害，所以他永远都是赢的这个逻辑上你说的没错观点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是中共。美国社会在过去沉浸在冷战结束的繁荣，美国认为世界没有威胁了，但是只要有个力量像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样唤醒美国社会，美国将会对一个共识展开强大的力量，这是我从历史观察到的。OK， 观点，前苏联的解体是美国共和党前总统里根和前总统布什促成。美国的对华强硬对中国是很有效的，包括美国对世界上所有的独裁国家都是一样。世界没有发生所谓的战争，所以美国的强硬对独裁国家是一种实质性的危险。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对话是中国宣传所需要的，也是中国超越美国时间换空间的必然需要。观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实际上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包括对华的政策。欧盟各国在拜登上台前夕通过中欧投资协定，新加坡、韩国等国避免在中美冲突中的直接表态，已经表明对华无法像对苏一样采取围堵和孤立战略。OK， 观点，随着中国的年轻人不再生孩子，时与势都不在未来深度老龄化的中国这边，但美国也需要解决内部的分化，世界盟友之间的求同存异，时与势也会很坎坷。中美的解决办法3个字，慢慢来，有道理。我同意的。就是在这个对抗过程当中，
不会速胜他要慢慢来就是慢慢来，慢慢来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策略吧观点：当初美国推进民主化是建立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大背景下，是作为冷战对抗手段进行的民主化吗？美国民主才建立的吗？美国民主化不是现在才建立的吧？美国民主化立国就有了呀。拿二战后的标准来要求和判断美国今天的政策，这种观点和耍流氓有什么区别？你在说什么？我没听懂。民主化推进民主化是建立在东西意识形态对抗下进行的。美国一直在推进民主化，从他建立国之后，他就推进民主化。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美国它的整体对外的战略就是共同的价值观，这个没有任何。你说这个耍流氓，我不知道拿战后的标准和今天的政策，你能再讲一讲吗？我没听懂你的意思，好吗？观点：历史有重复的部分，但不是 cut and paste 中美之间的斗争有美俄冷战的成分，但很多方面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世界跟美俄冷战时代不同全世界都在享受全球化的好处，也都在承受它带来的威胁和不确定性。全球化本身对谁都是双刃剑。当说美国很难离开中国，脱钩会很痛苦的时候，中国也一样。把美中的争斗看成你死我活，倒不如看成是全球关系的调整。不错，这个观点挺好。提问：一，中共的东升西降是中共的宣传策略，还是他们真心这么认为？二，几个比较敬重的媒体人都普遍认为中国的未来不是黑暗一片。我看到的现实是，现在全球又处于一次生产力革命的历史时刻，中国缺乏创新人才，人口生育率下滑已成趋势，无论从人还是从财富，前景都不乐观。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传统产业链很全。如果中国是一只股票，我是看不出这只股票的成长性在那里。我很想听听您的看法。第一，东升西降不是宣传策略，是他们的判断。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逻辑那么他们有他们的分析这个要展开就太长了，我就简单解答。他是真心这么认为真心这么认为，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的未来是不是黑暗一片？中国的未来黑不黑暗呢？我们可以，我不这么看我不觉得你不能说黑暗，黑暗就是崩溃嘛。我不觉得中国那么容易就崩溃了。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中国有10几亿人口的这种每天没日没夜的干活中国的这个人权的这个状况这么恶劣，是因为大家要拼命的干活所以在这个条件下，中共我不说，我们就说这么简单的条件，中国也不会那么容易崩溃但是中国的未来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有很大的风险。如果这些风险变成了冲击的话，对它整体的社会整个国家影响非常的大比如你自己说到的人口问题，你比如说我之前经常提到的中国的经济的周期的问题，中国自己经济结构的问题，当然中国跟美国对抗，它也面临外部的冲击的问题等等很多问题所以中国也面临一系列非常严峻的挑战。那么在这严峻的挑战的过程当中，中国政府和包括中共在面对这些挑战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应对，决定了这件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简单的定义说，要么就是全刷黑，要么全刷白那是不可能的那么
它是一个非常斑驳的图画。那有些地方是有亮点，有些地方是很有危险的。那你看它的发展就不能够一言以蔽之，一言以蔽之是不行啊，因为你不能够概括它所有的情况。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中国的未来有问题，中国也没那么容易崩溃啊，它是世界上世界工厂。你可以看今年一季度中国的出口非常的好，因为全世界需求很大，能够供应这个需求的也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出口很好，这是它经济的亮点。但是中国的人口是在下降，你去看看中国的那些商场，很多商场是空的，大量的商场倒闭，这是中国的现实。所以它不是一个全部涂黑或者全部涂亮的这个。中共就说中国只有好没有坏，然后有些人就说中国只有黑没有白，我觉得这都不能涵盖中国的情况。那么它到底总体上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向坏的方向发展？我可以给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经济呢已经过了高增长的时代。先说经济情况，中国经济已经过了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进入低增长的时代，这是一个大的判断。那么中国经济未来增长都处于一个低增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口啊，中国人口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阶段，这个老龄化的阶段对中国的整个的国势有重大影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国未来面对的这个世界和过去40年的时间，30年、40年的时代完全不同，其中包括什么？其中包括西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态度不一样。那么未来中国的对外会面临非常巨大的压力，以及它对外的经贸关系也会面临巨大的改变，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啊，好吗？观点，习近平应该是认为东升西降是真的。习近平有严重的认知错误，从香港反送中、台湾大选，每次都在误判。但可悲的是，现在习近平的判断就是共产党的判断，因为定于一尊，非常正确。观点，如果将美苏冷战是东西方阵营这两个不同个体之间的对抗，那么如今的中美之对抗更像全球化下的人类社会在对抗自己身体内的一个肿瘤。这个比喻真有可取之处啊，有它传神的地方啊。观点，中美对抗是很长时间的事情，中美脱钩也要慢慢的 plan， 美国冷战也花了很长时间，中间甚至越陷越深的深陷越战泥泞，但最后都胜利了，民主国家才是真正的后期啊。OK， 观点，从这次对话的中方态度，中共并没有多大的自信。OK， 提问，中美对抗的结果会不会让老共和苏联一样垮台？苏联是15个国家最后解体，中共垮台，国内会分裂吗？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我们这整个的主题，我们今天整个的主题，其实就在讲这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和当年美苏冷战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不会见到一个相同的结果，你说呢？最后解体很多国人觉得老共保持了中国的统一，按西方一套，人民会贫穷，中国不一定会分裂，人民不一定会贫穷，反倒是中共瞎折腾，制造了贫穷和很多问题。中共让国内没有了民主自由的空气和土壤，中共垮台后的过渡会像苏联一样顺利交接吗？目前没有一支强有力的派系出现，中国未来会走向让人期待又觉得迷茫。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反正我觉得，我们仍然沿用
我们对这个苏联崩溃之后的局面来套在中国身上，我觉得那是不恰当啊。这样，至于中国会不会分裂，不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再说吧。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老是在讨论这些问题，超出我的视野范围啊。提问：缅甸比香港形势更加恶劣，更加反人类，为什么四方会谈不提缅甸？他们视而不见吗？问得好，我答不了，你去问他们，我真的答不了啊。提问：拜登总统16日大骂普京，俄罗斯17日撤回大使，18日美中会谈，这个巧合是否是拜登政府为美中关系升温而刻意为之？我不觉得。我觉得就是那个采访是接受谁的采访忘记了，就是问他是不是普京是不是 killer， 他说是俄罗斯就发飙，但是俄罗斯发飙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这个报告啊，美国报告说这个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然后当然拜登说俄罗斯要付出代价，其实这个报告更重要啊，不仅仅是一句话的问题。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现在你想他跟中国谈判，他跟中国开火，他为什么这边还在烧另外一个呢？就是纯粹就是因为那个报告出来，所以我不觉得我们经常我觉得在会谈之前，美国方面不断的做很多动作，那是有意为之啊，对中国做很多动作，那是有意为之。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普京这个是有意为之啊。观点：今天的中国比苏联更难对付，但今天的美国也比20多年前的美国更加清醒。最终战胜中共不是美国，而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取向。非常对，有道理。提问：请问王老师，昨天的Atlanta 的枪击案怎么看？很多海外华人，特别是北美华人都在讨论。虽然现在没有法定认定是否针对种族，但确实疫情下海外华裔，包括亚裔受到暴力和语言攻击在增加。一味的否认这个问题不对，社会对非洲裔可能遭遇的不公非常关注，每天媒体都在强调，而华裔常常感觉的被忽略的群体。我在这里讲这个问题吧。第一个我们要小心啊，就是说中共在做一个动作，我先要把中共的意图讲出来，然后我再讲我的看法。中共会刻意的引导一个舆论，什么舆论呢？就是在疫情上面，疫情这件事情当中，这个中国海外的华人，如果西方针对中国追究中国的疫情责任，海外华人也会受到牵连，那么海外华人会因此被当地人针对，因为疫情来自中国，西方国家追究疫情的责任，就这是整个的基调。大家要知道，中共的外宣的整个基调是以这个大前提衍生出来的，所以他会在任何的场合任何有机会的时候，他就会引导一个舆论，就是海外华人被当地人针对了这是一件事。所以我们首先要警惕五毛，警惕中共的舆论的操控我们把这个先放到这边，我先讲清楚这一点。第二点，北美华人在讨论这个枪击案，这个枪击案本身是一个和种族，我从案情来看，跟种族关系不大跟种族关系，他是一个性瘾患者他认为这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所以他跑出去杀人了。而且恰巧是什么呢？这件事情恰巧，第一个枪击者这个凶手是一个白人，第二件事情，这个受害者是亚裔，这是第二，所以案件本身跟种族关系不大没有种族意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
只不过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亚裔啊，那么当然很多国内的网友是不知道啊，经常会弄，就是在我们判断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其实美国人是分不清楚什么呢？分不清楚这个中国人、日本人跟韩国人有什么区别啊？包括越南人都分不清楚，他分不清楚，他只知道亚裔。所以你说他打了一个人，打下去这个人，你说他是针对中国人吗？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啊。这是第二个。你要知道，美国每天一个国家每天都发生很多案件，那么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案件，它有个体的偶然性，它也有群体的取向啊。所以针对亚裔或者是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攻击是不是增加？我今天看了一篇那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啊，他认为是针对亚裔的这个攻击是在增加的。那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我们亚裔应该怎么，包括我们华人应该怎么做？我们其实应该我们叫自己叫亚裔会更合适啊。那么中国当然我们应该挺身而出抗议啊，抗议针对亚裔的这种攻击，包括针对亚裔的这种歧视，这一定要挺身而出，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第二，我现在回忆啊，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什么？让我想起去年的 BLM 运动。我当时做过一个专题啊，引来很多网友的攻击啊。那当时我也非常的失望，老实讲啊，中国人在 BLM 的运动当中应该挺身而出支持黑人。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场大家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认为大家要把这件事情跟去年的 BLM 运动联系起来，我们要反省中国人在怎么看待自己在美国国土这个国土上面的位置，要搞清楚啊。所以我就提醒大家这3点，就是说我们要支持 BLM 运动，就像支持我们自己一样，因为当我们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其他少数族裔来支持我们，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所有的不公都应该反抗，我们都要支持那些反抗社会不公的群体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好吧，我打完了吗？OK。观点：全球化经济的框架下，资本会流入具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去追求更丰厚的利润，这是中国近20年高速发展的主因。虽然西方民主国家并不一定有权利限制资本的投向，但如果西方世界把中共的危险看得清楚明白，看清楚讲明白，让资本对暴利背后的风险产生恐惧，退出中国，那么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就会被釜底抽薪，这是非常有理智的判断啊。观点：拜登把俄罗斯威胁拉到中共前面，是为了拉拢欧洲等传统盟友，毕竟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是真实存在，有道理啊。提问：这次会谈中国提出了6大红线不能碰，还提出了一堆条件要求美国满足，解除制裁、放生科技、恢复签证等。那中国能拿出什么条件来交换美国妥协呢？难道就是一个10年甚至40年后的碳排放计划？继续幻想中美贸易协议，还是更多的地缘政治考虑，例如朝核和印度、澳大利亚？那这次叫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战略对话跟谈判不同，战略对话是交换立场或者交换看法。那么中国可以提出100个看法，美国也可以提出100个看法。当然这100个看法会不会变成谈判中的一项不好说啊，就你得看对方接不接茬。所以呢，双方先把
先把对方的立场搞清楚，也向对方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了为后面的进一步的双方的这种来往做准备啊。所以会不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东西不好说啊，因为这需要一个进程，我们现在下不了结论，因为中美之间有太多的议题，太复杂。所以我讲，其实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的矛盾之处，正正就反映了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复杂程度啊。提问：北京在各个小区推广免费疫苗，天津也有区正在推免费疫苗。王老师，您之前分析说疫苗费用问题难以解决，现在中共敢宣传免费，是怎么解决资金的问题？老实说，我真不知道。我之前也没有说解决不了，我是说他没有解决方案，就是说疫苗的钱怎么掏，没有方案，从来没有说过。大家知道疫苗是什么？疫苗就是钱啊，你总是要有人掏钱吧，你总不能让这个疫苗厂家免费生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谁来掏这个钱？到底是，那你开会已经公开讲，老百姓是不用掏钱，那钱怎么掏？那现在地方政府也很穷，中央政府也很穷，那怎么办？那是一人一半啊，还是3期开4、6开？没说。那你现在看到有些地方免费打疫苗，免费打疫苗就有人掏钱，就是这样子。那钱是谁掏，我也不知道啊，他没有讲出来啊。提问：王老师，近期我在某一线城市国资委统计了该市国企资产盈利及增长率，发现按公布数据算出来的增长率与官方数据偏差很大。官方解释称，增长率是根据内部调整数据计算的，但无法提供调整后的数据。请问您官方统计数据有什么猫腻的地方？官方统计的数据猫腻多了去了啊，非常多猫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说呢？他看他公布这个数据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公布数据的目的是强调增长，我们更好，我们经济很好，那他的调整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调整它增长的很好。如果他有其他的意图，那就他为了其他的意图去调整。所以数据他手里就变成一个随便捏来捏去的一个泥巴了啊！所以地方政府更没有底线了。中央政府、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他都造假，你地方统计局那造假那就太普遍了，好吗？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的房地产是不是 GDP 发展的最重要的发动机？当中国经济进入低增长时代，中国政府又需要做出什么政策来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那我先答后面这个，中国政府做什么政策来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大家记住，中国老百姓的生存问题从来都不是中国政府解决的，是中国老百姓自己解决的啊。所以中国政府做的是什么？中国政府从来把中国的老百姓当作实现他政策目标的一个工具或者是资源。我答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房地产是不是 GDP 的最重要的发动机？是的，在过去20年，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发动机。也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中国经济我们讲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转变，这是中国经济出现转变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房地产吃掉了太多的经济资源，它的就是这个发动机很大，把很多的油全部吸到这发动机，其他的发动机做不大，只能小小的啊，它拿到的油也不多，那这个发动机超大，但是问题是什么？这个发动机太大了，这个经济这个飞机不平衡，它会掉下去的，所以他现在在抑制它，想把它缩小一点啊，是这个问题啊。那还有吗？我看看情况，我看一个情况。昨天国内网友聊天，在国企工作，
他说疫苗应该是单位掏钱 ，OK， 是有可能，都有可能。反正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中国的情况是以这种级别，中国打疫苗这种级别的问题来看，中国不可能由中央政府掏钱。那由地方政府掏钱的话，我不觉得一个地方能够全掏。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各个情况都有，它应该没有统一的政策啊。从我来看，应该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